实蛮多客人说我们的无菜单蛮划算的。那我们的话，基本上除了握寿司是3罐，其他的都是1道菜，不是那种1口就结束了这样。因为我自己也爱吃，那有时候去外面吃那种比较贵一点或者是fine dining那种，就会觉得怎么都吃不饱嘞，吃完3、4千块，我要去吃卤肉饭，我就好，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让客人吃得开心一点。对，我都会问客人说，现在大概几分饱？如果你没有吃饱，他可以跟我讲，我再做一些其他东西给你们吃。我16岁就进入餐饮了，其实大家都是打工为主。然后我会踏上餐饮，主要是因为以前喜欢看日本的一档节目叫《料理东西京》，对，然后就一直觉得说，当厨师啊，做菜好像很好玩。其实16岁打工就是在铁板烧跟火锅店这样子，后来就去做法餐，法餐大概做了8年左右。其实以前因为师徒制比较重，我那时候是砧板，然后我们就帮忙师傅切牛排嘛。那时候有时候很忙的时候，就切起来分量可能比较不对，那递过去给师傅烤的时候，他看到分量不对，他就直接整个铁盘就丢回来，叫你重切。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啊，这都是一个过程啊，也是一个学习啦。其实等于是被骂或被干掉的时候，就是在练习你的抗压性哦。像我没有从以前一开始就接受正统的日料的教学，所以我大概2个礼拜会去成品待个半天甚至1天。成品是好朋友，边看书，然后也会跟其他师傅讨论，甚至也会跟以前的同事去打电话聊天去问一些问题这样。所以变成我的菜色其实很多会融入西式的，或者是甚至有的东西会是比较像日本的乡土料理或居酒屋的东西，让我去做改良以后再放到菜单里面。我的无菜单料理，我没有局限说我一定要用日式的呈现。对我来讲，就是这个菜怎么做好吃，我们就怎么样出给客人。比如说像油封鸭腿，无菜单里面的话会有法螺，那搭配黄瓜酱汁，那这个其实就是传统的法餐在用的东西。像之前有一组吃无菜单的客人，他们是香港人，他觉得吃得很满意，而且因为我们的无菜单分量比较多。他们说吃得很饱，对，目前没有遇到客人吃无菜单吃不饱的，通常都是吃到握寿司说师傅那个饭可以少一点，或者不要饭。男生大概第10道、第11道就会不行了，那女生有时候第8道就说师傅那个东西可以少一点。这2年疯狂爱上潜水，我都会跟我同事讲说我要先去看一下我的冰箱，然后就下去看海鲜。看有什么鱼可以吃，我每次在潜水都会想说，这条鱼可能清蒸比较好吃，或者还是要红烧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国中同学在这边当主厨，他缺一个副厨，他就问我，然后找我来，能2秒吧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到处乱跑的人啊，对，我没有想要固定在一个点。如果未来其实我是最想要去离岛开小餐厅，其实是想要去潜水。是想要去玩。对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们现在来吃日本料理。我们先从前菜这个冷菜开始，法式北海道田螺，下面还有那个草花来做装饰，然后上面那个绿绿的是主厨刚刚搭配的那个黄瓜酱，好鲜哦，好香甜哦。我知道下面是什么啊，有点是海盐的东西。来，这个是干贝加鱼子酱，看起来超好吃啊，一大块的鱼子酱哎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！好厚的干贝，好快乐。我刚要叫主厨把饭用少一点。然后第2个是海蛎加柚子胡椒，柚子的味道好明显哦。然后尾韵又加一点胡椒，红干加黑玉味噌，胡麻的味道很明显哎，好快乐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油封鸭腿啊，粉嫩粉嫩的，那个黑芝麻味道真是越吃越香，再加上它腌了12个小时，总制成长达24小时的油封鸭腿，就是胖胖胖。这个鸡汤也是来头不小，这鸡汤是主厨熬了3天呢，你没有听错，是3天没有错，3天3夜的鸡白汤，
有够浓郁又清澈，这个乳白色不得了，这个鸡汤的味道真的是很浓郁。大白菜是煮的刚刚好，有点清脆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今天其实吃了4道，但是光是这4道就已经被塞得很像是一个套餐。你看，如果是无菜单料理，然后主厨说他准备了12道左右，请先准备3个未来，好饱。要怎么用呢？他们应该要给个刀叉。先拿起来啃啊！我们现在不是在吃日本料理吗？我们是要优雅吗？不行，我们要气质点。我去搜寻刀叉，稍后。我也想喝水。感恩。来。